魏无羡突然有些羞涩，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我都说了，我也喜欢你，当然是愿意的。蓝忘机拦腰抱起魏无羡，我们去找叔父。魏无羡懵，这么晚了，阴铁的事情吗？明天再去说呗。蓝忘机有些迫不及待的就想带魏无羡回房，被魏无羡拦住了。魏无羡道：等等，蓝先生，我们还有事。蓝启仁叫叔父。魏无羡有些害羞的道：叔父，我们有事情要禀报。对了，把泽无君也。看着蓝启仁不赞同的目光，魏无羡改口道：把大哥也叫过来吧。蓝启仁点头，我们去清室谈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蓝曦臣一进清室，就看到三人正襟危坐的样子，他不免有些紧张，疑惑道：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蓝忘机，我与魏婴上了族谱，语气中带着喜悦与自豪。蓝曦臣惊喜道：太好了，忘机也算得偿所愿。魏无羡无奈道：蓝湛，现在重点不是我上族谱这件事，是阴帖。蓝曦臣和蓝启仁对视一眼，蓝曦臣，无羡，你是从何得知阴帖之事的？魏无羡，大哥，我是……魏无羡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蓝曦臣打断了。你叫我大哥，哈哈哈，好，好。魏无羡，我继续说，我们去冷泉的时候，蓝毅前辈，阴帖，蓝启仁叹了一口气，风雨欲来啊。蓝忘机道，听学结束之后，我会去寻找其余的阴帖。魏无羡，我也去。蓝忘机不赞同道，你的身体还未好，留在云深不知处。魏无羡撅嘴，留在云深也只是喝药休养，跟你出去也是喝药一样的，现在已经没有大碍了，我也要出去，你要是不带我，我就偷着去。蓝忘机抿嘴。蓝曦臣笑道，你就带着无羡吧，你不带他，我真的看不住他的。蓝忘机点头。蓝启仁，天色已晚，你们都回去休息吧，阴铁之事先不着急。蓝忘机刚想抱起魏无羡，魏无羡便自己站了起来。哎呀，蓝湛，我现在可以动了，你不用走哪里抱哪里了。蹦蹦哒哒的出去了。蓝忘机在后面抿着嘴跟着出去。蓝曦臣看到这一幕，低头笑了一会儿，自从无羡来了，忘机才像一个真正有自己思想的人，而不是一个行走的家规了一样。瞬间生动了起来。蓝启仁本想让魏无羡好好走路，可是他也看到了蓝忘机的变化，无奈的摇了摇头，随他去吧。魏无羡回到静室就趴到了床上，懒洋洋道：你不是说要我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吗？现在可以告诉了吧？蓝忘机喉咙动了动，点了点头。魏无羡期待地坐起来，没想到蓝忘机没有开口，却直接把魏无羡压在身底。魏无羡懵逼道：你不是说要告诉我的吗？突然压住我干嘛？蓝忘机隐忍道：我在想什么，我做给你看。魏无羡，啊，还可以这样子吗？蓝忘机，魏婴，看我。魏无羡，好，看你。这一看，便是一夜未眠。第二天，魏无羡睡得昏天黑地的，蓝忘机摸了摸魏无羡光滑的后背，不舍得起床。蓝忘机去了大厨房，对厨娘道：姑姑，有没有红豆？厨娘懵，有，二公子想吃红豆。蓝忘机接过红豆，亲自熬起了红豆汤，还放了多多的红糖。蓝忘机煮好红豆汤回来时，魏无羡还没醒，身上被蓝忘机掖好的被子也被他蹭开，白皙的皮肤上皆是红色的星星点点。蓝忘机呼吸一滞，但是他还顾忌着昨晚是魏无羡第一次，而他折腾的也确实有些过了，闭着眼睛忍下心中的星号念，放下红豆汤，小心地抱起魏无羡，搂到怀里，温柔地给魏无羡梳着变得乱糟糟的头发。魏无羡就被蓝忘机给梳醒了，懒洋洋地道：蓝湛，早安。蓝忘机轻笑一声：早安，魏婴。魏无羡抬头亲了一下蓝忘机的下巴：蓝湛，你最近越来越爱笑了。蓝忘机拿出他的备用墨额，给魏无羡绑上头发。有他在身边，怎么能不笑呢？魏无羡靠着蓝忘机不愿意起来，他的蓝湛真香，他现在身上也全是跟蓝湛一样的味道了。蓝忘机只是淡定的给魏无羡穿衣，给魏无羡洗漱。蓝忘机忙活完了，轻声道：魏婴，可有不舒服？魏无羡扭了扭屁股，还好，就是感觉那里一直有东西，有些不舒服。
蓝忘机摸了摸魏无羡的头，抱歉。魏无羡笑了，有什么可抱歉的，以后适应了就好了。哎，蓝湛，我饿了，我都闻到香味了，你带回来什么了？蓝忘机端来了一碗红豆汤，魏无羡很是不巧，他也看过那本书，无奈笑道：蓝湛啊，我又不是女子，喝什么红豆汤？蓝忘机抿嘴，你不喜？魏无羡，不是不喜，好了，我喝就是啦。喝了一口，发现这红豆汤真的好甜，疑惑道：蓝湛，这汤不会是你做的吧？蓝忘机有些害羞地点了点头。魏无羡又拿起勺子喝了起来，虽然特别甜，可是在魏无羡心里，这汤好喝的冒泡泡。蓝忘机，好喝吗？